我前2天看了个讲广东脆皮烧鹅的纪录片，那油滴来的时候都给我馋完了。然后我搜了一圈，发现现在满大街只有羊，也没有烧鹅可以吃，所以我托人买了个老广的烧鹅配方，我打算试试这玩意在家能不能做。然后我还买了几只专门做烧鹅的黑棕鹅，但现在物流太慢了，我就寻思先抓2只东北大鹅在家试烤一下。不过我发现了，能苟到现在还没被抓的鹅，那都绝非等闲之鹅。我们换了2个屯子，跟鹅扑腾了一整天，到最后愣是1只鹅都没抓着，完了还给腰子卡坏了。后来这鹅到了，我们的腰还没好呢，但也不想等了，就开始按照配方做了。这烧鹅做一次才明白，为什么饭店能卖到600-700一只，在这整个的制作过程太复杂了，光这腌鹅的酱就得用到20多种调料。然后我发现这烧鹅和烤鸭差不多，最难的都是对温度和时间的把握。但我们这现在外面太冷了，就导致这炉子用起来温度非常不稳定，就这么烤出来的鹅，要不然就是里边没熟，要不然就是整只鹅在炉里直接烤着了。后来实在没招了，我们就把炉子搬屋里来了。在室温环境下，这个炉子上温就非常快了，大概也就用了3分钟吧，整个屋都他妈仙气飘飘了。这一下可给我们熏迷糊了，就新鲜吃点东西缓一缓。用美团外卖订了不少好吃的，这一桌子全是硬菜。最近冬日热辣硬货活动优惠可多了，创意十足的百串福袋4折才不到40块钱，海底捞的冬日欢聚套餐7折也才100多，还有咬麻龙虾、99鸭、外婆家基本都4折起。打开美团外卖搜狗送就行，点评论区也能直接参与。然后吃完饭再下鹅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谨慎了。而且我看纪录片里讲说，脆皮烧鹅最重要的灵魂是一碟酸梅酱，但是这个季节它买不到新鲜的青梅啊。后来我纠结了一下，我到底还是把我们家这个爹请出来了。这酸梅酱熬完之后，现在多少还带了点酒香。然后这些鹅现在烧的也非常好了，就无论从颜色还是饱满度上来讲，看着还真有点饭店的感觉。尤其是剁鹅的时候，这油汪汪的一块一块，看着可太爽了。我从来没敢想过，居然有一天能在家吃上一只冒着热气的脆皮烧鹅。不过就是过程不太顺利，我们吃上这顿饭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第4天晚上的。然后趁热还给邻居送了几只过去。等吃完饭之后，我把这2天做失败的鹅都给剁了，主要也懒得重新烤了，就都让我炖酸菜了。我是真没想到这烧鹅炖酸菜居然能这么好吃，就是我们真的都已经吃得非常饱了，但是实在是没忍住，一人又干了一大碗米饭。后来撑的凌晨3点还没睡着呢，就夯夯坐床上打嗝啊。我最近突然爱上了费列罗，但是这一小盒在超市就卖70-80，吃个2-3盒就有点爱不动了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它的构造和配料表，看着也不太难，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满这一罐，在家实现费列罗自由。不过通往自由的路上总是充满了崎岖，这第一步扒针呢就给我们难住了。我们试了很多办法，用车压、用砖头砸都没什么效率，后来给我们逼的都快用牙刻了，折腾了10来个小时才把这30多斤针子都扒完。这个过程实在太让人绝望，夯夯干了一宿啊！等天亮我一抬头，发现我弟那俩腮帮子都不一边大了。然后有了这些真的人，就可以把老演员请出来做真的巧克力酱了。我一直觉着费列罗有点太甜了，所以就想多磨点真的酱放里，结果一磨就是7个小时，给石磨的磨盘都磨包浆了。接下来就要做非常变态的第3层，它需要4个步骤才能做出这1个小半球，但我们需要1000来个球。然后买不着大小合适的圆形模具，我们找了一圈，把家里水管嘎了。等干完这一道流水线之后，我们真是有点心突突了。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，我现在罐能不能装满就随缘吧。真的，我从未如此渴望过活着。后来寻思先吃点东西缓一缓吧，正好我最近挖到一款韩式自由火锅，这一大箱才花了1块钱，而且配料贼多，这波纹面配上韩式汤底，味儿也特别正。现在拼多多有美食体验专场，每人现抢1份8盒必品阁的自由火锅，多种口味让大家尝购。试吃链接我放评论区置顶了，链接在这还能抢，你们也赶紧去看看吧。然后吃完饭之后就把现在有的3层都组到一起了，最外面那层除了要用到榛子碎，还会用到巧克力和椰子油，恰好这2样罪我都遭过。这一把干苦的巧克力还有这一碗底椰子油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，果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。完了裹最外层的时候，我去偷点懒，就买了好多药丸盒当模具，但是脱模之后发现给巧克力做成大力丸了，后来到底还一个一个手动干，再拿到外面冷藏一下，这自制费列罗就算完成了。掰开一个看了看，这个流心状态还是挺好的，然后对比了一下，在外观来讲我们做的和原版还是有区别的，当然口味和口感是非常相近的，甚至我认为自己在家做的还会更香一点，成本也省了好多，自己在家做合到最后是1块2一个，但前提是得能熬5天大夜。不过唯一的不同是我们自己做这个巧克力需要有一个门槛，就是得会竖刺儿，因为吃的时候总能听着嘎嘣一声，后来发现吐出来了少许榛子壳。微霞5毛出。
我最近疯狂迷上了手撕牛肉干，尤其是看电视剧的时候，要不嚼两块感觉浑身不得劲儿。但外面买的还怕猪肉或者鸭肉做的，所以我苦心研究了一个配方，然后订了4个牛腿，打算自己在家做的。这个牛肉干呀，吃着是真好吃，但做起来是真麻烦。光切肉我们就干了1天，那切完之后感觉右边半拉身子都是麻的。这4个牛腿正好切出来200斤瘦肉，我现在特别好奇它最后会成多少牛肉干。然后这些肉在抓完料之后，最好放到一个浅一点的容器里腌制，但能装这么多肉的容器实在不好买，所以我在家里找了一圈之后，我把浴缸拆了。用浴缸腌肉属于是既合理又实用，我们甚至还给它改成那个双拼缸，然后腌了1宿之后，这肉就可以烘干了。但以家里这烘干机的速度来说，除非买100台，要不最快也得正月15才能吃着。后来看最近天不错，就决定风干了，正好可以用蒙古包的架子晾肉。但是这一下子就陡增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，就是串肉。我们还没从切肉的局麻中缓过来呢，这一下直接要干成全麻了。我后来都累得有点分不清白天黑夜了，就我明明记着我们是中午开始干的这活，但后来干到最后一待的时候，外面天都亮了。这些肉我们一共风干了7天，等它干得像个树枝似的，就可以拿回家蒸熟了。为了蒸这些牛肉干，我把全家的锅都给掏出来了。完蒸的时候没啥事儿，就开了个箱。前2天在京东用旧手机旧电脑换了台新的创维游戏电视， 4K 超高清，极速高配，而且是3重硬件护眼。最近京东家电双11，家电品类日以旧换新，立减10%，家电全场免息6期起，好货好价好时代，你们也赶紧去看看吧。然后这牛肉干蒸完就已经非常非常香了，据说正宗的草原做法要用牛粪子烘烤一下，会让它有独特的香味。但我们这个牛这2天可能消化不太好，它下的玩意儿实在是太鲜亮了，根本用不了。我一点不扒瞎，我俩要把这玩意儿搬家去啊，我们全小区房价起码都得跌2000。后来我放弃了这个尝试，买了点果木炭改成炭烤了。这牛肉干往炉子上一放，那香味哪有下就上来了，然后趁热撕开了一块，这牛肉丝状态看着可太满足了。而且风干牛肉干是越嚼越香，这真的比我之前用油炸烤箱做的要好吃很多。等都烤完了之后，我还上秤量了一下，一共是70斤的牛肉干，我是41斤买的牛肉，算下来这个牛肉干的成本是114块钱1斤。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牛肉干都塑封处理了，我估计等我吃完这些牛肉干呀，我这腮帮子会成为我全身上下肌肉含量最高的地方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猪肉脯，但是我看外卖的好多配料表上都有鸡肉，而且含量是未知的。再一个，肉脯都是肉泥做的嘛，我还怕他们用的都是边角料，所以我跟人拼了1头半的猪回来。我想看看这100%猪肉含量的猪肉脯在家做成本是多少钱1斤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市面这些产品，我发现最优质的猪肉脯应该都是用肉片做的，而且工序非常复杂。我们研究了2天才整明白怎么在不加淀粉和食用胶的情况下，把这些小肉片最后能烤成一整张大肉片。这中间试错了无数回呀，有一单因为风干时间太长了，烤完吃一口差点没给牙崩掉了。但这肉光切片也不行，因为猪长得并不随人愿，一条猪腿上适合切片的肉其实就那么几块，所以我又研究了一下碎肉是怎么做肉脯的。我发现好吃的关键是肉馅得剁，不能绞，这样才能保留更多的颗粒感，并且在捶打过程中让肉自然的产生一些胶质。这70多斤肉我们整整剁了1天，给耳朵都震聋了，然后还得再调味绞劲儿，几天都没咋睡呀，那只能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终于在第3天的夜里，我们成功给我弟干出高血压来了。后来说让老嫂们先歇一分吧，正好一起开个箱。我最近录的视频太多了，手机内存都不够用了，就新换了个 OPPO Reno 9，512G 的大内存大容量，以后终于不用在拍新视频之前先清一遍手机内存了。而且这手机用起来特别流畅，16G 的大运存，用4年都不卡顿。然后这肉馅需要给它擀成整张的形状再烤，但是最经典的金钱币形状我们没买到模具，就又嘎了一根家里的水管。不过这纯手工的金钱币效率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拍了1宿才拍了300多个，给我拍的直恍惚。我寻思这不经典款吗？怎么干出一种限量款的感觉呢？这肉脯据说最正宗的做法要低温慢烤10小时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么烤正月能吃上就算烧高香了。所以我买了个烤烧饼的大烤箱，我打算先用烤箱给它烤到8分熟，然后再上炭火。这大家伙一来，那效率一下就上来了。而且我试了一下，这么烤和纯炭烤的在味道上也没什么差别。后来炭烤的时候我还加了点果木，这肉本来就是咸甜口的，现在又裹了一层果木烟熏的香气，这吃一口口感可太丰富了，感觉满嘴都是香味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因为在家做不用考虑边角料的损耗，最后它的成本合到42块钱1斤。这肉脯我们后来又晾干了1天，现在它油汪汪的又特别有嚼劲，吃这个太爽。特别是最后把肉脯嚼成肉渣之后，在嘴里啧吧点油和味儿，这时候再抿上一小口热水，我天，绝了朋友。